现在要走去买咖啡，去二条市场，再来去北海道神宫。这次飞到北海道，从函馆机场入境，一路往北，直到旭川。上一集还沉浸在洞爷湖的美，接着抵达札幌，会在这里待2个晚上。空间不大，却恰到好处，像是为旅人准备的喘息空间。李小璐商店街就在旁边，看见各式各样充满特色的店铺，让我对札幌的好感从这一刻开始萌芽。初次亲眼见到这位熟悉的老爷爷，他像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，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。这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真的到了札幌。继续前往嘎拉库汤咖喱。早已有心理准备需要排队，好在这里是线上后位。等到我的号码，走进向下的阶梯，这队伍都是等待代位的人。终于实现在 Sapporo 喝 Sapporo 的心愿。炸过的蔬菜包裹着浓郁的汤头，特别有香气。这不只是一顿饭，更像是被温暖浸润的体验。吃饱后随意的漫步，远方的札幌电视塔像一座发光的灯塔，引领着我前往大通公园。这里弥漫着悠闲的夜晚氛围，再慢慢往李小璐方向回到饭店。
店的早餐简单却令人满足。我总是很喜欢日式早餐，那是各种腌制小菜的天堂。第二天，我则选了汤咖喱。是时候去探索这座城市。我现在要走去买咖啡，然后等一下去二条市场，再来去北海道神宫。来到近期很热门的咖啡店，等待一杯咖啡的时间也成了旅行中的一部分。可以自行选择牛奶、咖啡豆或加价咖啡豆。刚好今天没得选择，随遇而安也是挺不错的。沿着李小路一路走到底，最终到了二条市场。看过去是白天的札幌电视塔。这里有目不暇接的海鲜，感觉观光客居多，反而少了在地的生活感，因此我并没有久留。准备搭地铁前往北海道神宫，却在半路先遇见了一个神社，原来是北海道神宫遁宫。遁宫意味着替代的神宫。这里以祈求良缘与求子闻名。这个巧合或许是爱的祝福。每一段相遇，每一次离开，都把我推向更靠近爱的地方。来到北海道神宫前的圆山公园，一走进树林，传来轰隆作响的风声，以为是神宫神秘的能量，仿佛风在为我引路。没想到是难得一见的强风警报。北海道神宫是北海道规模最大、最具代表性的神社。
看到正在举办婚礼，也有人带着新生儿来祈福。参拜后，来到神宫茶屋，这里有贩卖限定的福饼。红豆泥瓦吉的内馅放进热压机里，烤出来薄薄的饼，搭配着抹茶非常适合。回到市区，想找地方小酌。走进了2023年新开幕的 Moyuku。有讨论度破表的水族馆，可以看到可爱的企鹅。但我想要继续找适合小酌的地方，意外的在地下2楼发现了我这趟在札幌最喜欢的角落，点了1杯啤酒及3样小菜的套餐。这个腌鲱鱼，腌制的洋葱混着橄榄油的香气，最让我念念不忘。这份滋味甚至让我回家后试着用干贝来复制记忆中的味道。你也有在旅行中难忘的味道吗？下一集继续往小樽及美瑛。神宫前的乌鸦教会我，美好可以信手拈来。